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公园里。今天是周末，天气晴朗，明天就有台风了，所以趁着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就出来晒太阳啦。给大家看一下公园。有很多人在玩耍、踢球，就还挺热闹的。公园里绿油油的，现在有清风吹拂，很舒服。跟大家随便聊聊天吧。你们放假的时候都喜欢干什么？是喜欢逛商场呢，还是喜欢宅在家里呢？还是喜欢去户外运动呢？还有好多小朋友在踢足球。哇，看着他们这么充满活力，就觉得好羡慕啊！清风拂面，蝉鸣阵阵。果然是夏天了呢。最近一直是梅雨季节，总是阴天下雨，所以难得晴天。大家关于夏天的回忆都有什么呢？我现在想来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的午后，天气特别热。有的时候正在午睡的时候，我爸爸就从外边回来了。有的时候呢是拎着一个大西瓜，有的时候就是拎着好几根雪糕。那个时候呢，雪糕不像现在的品种那么多，很简单的一个，外边一层像冰棒一样，里边一层像是那种应该是奶油之类的吧做的，就觉得好好吃，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挺幸福的。那个时候西瓜也都是一个一个的买的，然后好大的西瓜拎回来，然后切成一芽一芽的，然后一家人就开始坐在那吃西瓜，就觉得很开心。还有更小的时候的记忆，就是关于跟我爷爷一起的记忆。我爷爷呢，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是一个和蔼的老头，沉默寡言，不太说话，然后经常就笑呵呵的。一天夏天的午后，我去这个奶奶家的园子里摘了一根黄瓜，然后我爷爷就说分一半给我，我说好的，然后我就把黄瓜把那头折断给他了。然后我爷接过我递给他的那半个黄瓜，就吐槽，一边笑一边说要玉米的时候呢，就把那个头，把上边的那部分分给人家，跟你要黄瓜的时候呢，就会把这个尾巴这个部分分给人家。玉米的话，因为比较头那个部分比较细嘛，所以吃起来可能不像尾部那么甜。而黄瓜呢，刚好相反，黄瓜把的那部分呢，可能不太甜，甚至有一点点涩。但是头的那一部分呢，就是水分充足，很香甜。我就记得我爷爷跟我吐槽这一点，现在想来还觉得挺记忆犹新的。还有一个画面呢，就是睡完午觉呢，我爷爷经常就会赶着一群小鸭子去树林里放鸭子。因为鸭子都很喜欢吃草嘛，把草割回来给它吃就很麻烦，所以呢就会赶着小鸭子去树林里，我就会跟着去。然后鸭子在旁边吃草，在旁边的小池塘里游泳。我爷呢就拿着，有的时候呢是扑克牌，有的时候是那种细长条的那个牌，反正就一个人在那玩。
大丈夫。刚刚有个小朋友的球过来了，我帮他捡了一下。然后我爷呢在那玩牌，一个人，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算卦之类的。我呢就在旁边看小蚂蚁爬来爬去，有的时候呢会拿一个菜篮子，在树林里挖野菜呀，捡蘑菇呀，然后就这样过一个下午。小的时候的那个时光还挺悠闲，挺快乐的。就一眨眼就长大了。也不知道大家想起这个儿童时代的夏天，让你觉得比较快乐、比较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欢迎大家在下边留言跟我分享哦。看着他们在踢足球，在外边在阳光下奔跑，我就想到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大中午的也不怎么喜欢在家睡觉，有的时候就是小朋友来叫你，只要来找你，就肯定会冲出去，在外边疯跑。总体来说呢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时代，玩具特别少，但是玩伴很多，左邻右舍的小朋友啦，还有哥哥姐姐的同学朋友啦，甚至不认识的人都是能玩在一起的。就那个时代呢，就是物质匮乏，但是好像人们之间的关系更亲近，也更信赖彼此吧。就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吧。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，也就是说，你发展的迅速的同时呢，可能代价就是人们不会像以前那么淳朴，人之间的感情呢会变淡。以前经济可能不太好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吃穿用度都简单很多，但那个时候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，就是大家交往起来也都比较真心实意吧。所以我就觉得小的时候的那个世界好像更单纯一点应该，但是物质呢确实是相对匮乏一点，这个是真的。我还记得我经常要穿我姐姐淘汰的衣服，因为我姐姐比我大5岁，我还有一个哥哥比我大2岁。那我姐姐的衣服呢，就是经常小了，或者是她不喜欢了，就可以给我了。比较开心的一点啊，就是那个时候衣服的质量很好，就是穿3、5年之后几乎不会掉色，而且很结实，也不会坏。所以我经常就盯着我姐的衣服，就跟她商量，就说这个衣服今年可以给我了吗？然后她有的时候就会故作大方的说，行行行，给你拿去吧。然后我就超开心，然后穿上从她那淘汰下来的2手衣服，但也还是很开心，因为那一会儿不是经常能买新衣服的，所以有淘汰下来的也相当于是新衣服了，就超级开心。刚刚说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我就想起几年前读到过一篇文章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分享给大家。大家也可以看一看，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感？现在呢，就给大家读一下。这个呢，好像是一名牧师写的吧。我记得他的中文在中国流传也还是很广泛的。那大意呢，就是说我们处在历史上的矛盾时代，我们有更高的楼房，但是心胸却变得狭小了。我们有更宽的高速公路，但视角却变窄了。
我们有更大的房子，但家庭变小了。我们有了更多的便利，但时间却变得更少了。我们有了更多的学位，但见识变短了。我们有更多的知识，但却越发的缺少判断力了。我们有更多的专家，但是也出现了更多的问题。我们有更多的药物，但是健康却变得越来越差了。后边呢，就是一系列类似的话，但是前面那几句真的就是特别的打动我。We've conquered outer space, but not inner space. 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征服了外太空，但却依然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，摒除偏见，保持友善。所以我还是觉得在发展的同时呢，还是要适当的停下脚步。有一句中文很流行的话，就是说让灵魂跟上你身体的脚步。不要太快了，不要丢弃一些原本能真正让你获得幸福感的东西，不要过于追逐外在的物质，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也不要过于被时代裹挟着去迷失自己吧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多去户外。自然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它会给你一切你想要的能量，而且到达自然当中，你听着风声，听着小鸟的叫声，听着小朋友的欢笑声，小狗的叫声，大家的聊天声，这一声声其实都是很鲜活的人间烟火，能带给你力量，带给你幸福的。所以记得有事没事的时候都多来公园走一走，坐一坐吧。最后祝愿大家每一天都开心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